恭喜你完成大佬王课堂的学习。大家好，我是一休。今天大佬王昨天直播了哈，今天是北京时间2025年8月30号。昨天大佬王在直播中，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一小段，我们接着再看第二段哈，就是说大佬王讲了两个事情，一个就是说范增现在80多岁还是多少岁，但是他的第4个老婆徐峥好像是说又怀孕了，然后另外的话，只要她怀孕，大佬王说看她的面相，她可能会活到100岁了。然后另外说她的家产呢，也是奔着100个亿去的，所以说她将会成为双百老人。哎，我怎么听的好像有一个叫做10好老人，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叫那个乾隆的，是不是叫10好老人？现在来个300老人。但是他说范增这个历史大家知道啊，肯定是不光彩的。为什么他会命那么好呢？这个什么叫修为足呢？修为足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范增、范老啊。上个星期就是前天星期一，我把范增的事儿系统的讲了一下，但是没有突出重点。今天呢，我们把它素描完了之后，我们今天画工笔的细节，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第3任老婆的爱情。这个你这必须得重塑你的傻逼的三观啊，就是傻逼的三观。傻逼看完范增的这个，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些傻逼啊，就是这些观众们吃瓜群众们看完范增的这个和他这个小妈的这个徐萌的这个故事之后，都是臭骂范增啊，都骂范增，说这个范增怎么着？范增这叫什么呢？夺朋友妻夺朋友妻啊，因为他老婆那个南丽是虚尊德的老婆嘛他夺朋友妻这人品太差。然后这个又打沈从文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又出卖沈从文，沈从文是他师傅这人品太差了。可是我问问你们范老，我问问你们你们相不相信有报应？你们相信不相信这世界上有报应？你们相信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你看范增范老今年已经84了吧，活得好好的。据说小妈徐萌肚子又大了，怀孕了。你坐稳了千万别从凳子上出溜下去。真是范增的种，如果要是有的话，绝逼是范增的种，不可能什么范一夫的什么范仲达的扯鸡巴蛋，那都是他亲闺女范晓慧在造老范增的谣，造他亲爹的谣。老范增意识很清醒，坐拥他妈的金山银山一样的钱他交税是中国书画家交税第一人纳税第一人，那逃税也是第一人所以他现金现的他有的是所以你看见过这样的报应吗？你见过这样的报应吗？我话给你撂到这儿，范增可能奔着100岁去了。而范增今天的面相，我看了看，因为我好久没看了，我看了看他的面相我又看了看他现在的状态，他是奔着100岁去了。如果他小老婆又给他4老婆又给他生个孩子，这老头真奔100岁去了，很可能100岁。100个亿100岁双百老人，我操，你这没办法，你是不是鼻子都气歪了？我操，这就是俗话说的好，就是他妈的好人修桥补路无尸骸，杀人放火金腰带。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这人为什么说的不对？举头三尺还要有神明，为什么这个神明现在不报？不是现在不报，也不是不报，而是你肉眼凡胎看不清世事无常，你看不清各种因果。就像今天张教授跟我说，那按照因果来说，他说张教授跟我说，按照因果来说，翟山鹰的人品比范增好，因为范增淫朋友之妻抢自己大哥的女人，然后又害自己的大哥害自己的大佬。那翟山鹰干不出这事儿来，翟山鹰最多也就是在网上说你玩同性恋，传别人给你造的家的小黄谣，那别的翟山鹰有烟无伤翟山鹰没有干事实上的这个范增干出来的事儿比如说翟山鹰没有把我老婆抢了之类的这事儿，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说你看人家翟山鹰说中国老话讲，
叫迎朋友妻不如救什么妓院鸡啊，这个，他说中国老话有这个，我也不知道中国老话有没有这个，反正我可能记错了，不是这个原话，但是还挺合辙押韵的。说你看人家翟山鹰，人家不迎朋友妻，人家从天上人间找一个刚毕业，因为天上人间都是大学毕业生啊，而且都是1.75米以上模特身材，人家从天上人间最繁荣的时候、最繁华的时候，从天上人间找来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失足的老婆，哎，把她娶回家。生俩孩儿，人家这不是挺好的吗？这比范增人品高多了。哎，这吴志龙就知道说翟山鹰干的事比范增的坑多了。哎，我说老婆，今天作为你老公啊，虽然没有博士学位，我要给你们好好的上一课啊！你们听好，我这个油腻大叔啊，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是呢，我知道可能比博士知道的世界的真相更多一些。为什么？记住这句话啊，有一个实验。这个我的3000江东铁粉都知道，我在中国微博时代，就是2011年以前我就说过这个事儿啊，就是有这么个实验，你不信你回家拿瓶做实验，这个实验是真的啊，拿2个玻璃酒瓶啊，比如啤酒瓶，玻璃的，你一个里边放一把蜜蜂进去，另一个里边放一把苍蝇进去，然后玻璃瓶口对着后边，玻璃瓶底儿对着太阳，或者对着家里的灯，或者对着太阳。然后你就发现啊，1个小时以后啊，所有的苍蝇都飞走了，但是玻璃瓶里边的蜜蜂一个都逃不走，蜜蜂们不停地撞玻璃瓶的底儿，对着太阳的方向不停地撞玻璃瓶底儿，最后累死撞死。为什么呢？因为蜜蜂的脑子比苍蝇的好使，蜜蜂的智商是高于苍蝇的，蜜蜂有逻辑推理能力，蜜蜂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真理叫因果，这个因果叫什么呢？这个因果律就是什么？有光的地方就有出口啊！在蜜蜂几百万年、几十亿年这样的昆虫进化过程中，作为 DNA 的记忆，作为大脑发育成这个程度了。而苍蝇是傻逼呀，苍蝇完全没有方向感，苍蝇乱飞。那么在今天这一场试验里边，在因果之外又增加了一层因果，就是玻璃瓶的出现。而玻璃瓶在几百万几千万年蜜蜂的进化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苍蝇没有见过，蜜蜂也没有见过。所以呢，苍蝇依然乱飞，它总有一点概率飞到玻璃瓶底儿去，顺着口出去了。而蜜蜂秉承着自己的智商逻辑，哎，它就往那个有光的地方吹，它反而出不去。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为什么博士做事一事无成。为什么博士做事一事无成？因为你呀不是全知全能的，你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才能知道所有的因果。通过这个大老王的苍蝇和蜜蜂这个玻璃瓶里面逃生的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我们以前讲的叫做寓言啊，从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很多高知，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博士啊，等等啊，学识虽然说很牛，又像我们学校的这些老师啊，这个无论是从语数英各种方面、各种类型、物理、化学等等，杂七杂八的，包括以前那个有一个叫做在油管上面经常就是讲这个科学啊，讲这些的知识的，物理学又是很牛啊，然后数学还是什么也是很牛，然后又讲的这个什么发明啊，还是什么，具体是反正就是相当牛，历史也牛。还讲过科举制度啊，那个时候我很佩服他讲的科举制度。所有这种学识高的，或者说这叫高知人才，但是你不是全能型的上帝啊，你的眼界、你的境界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的因果，你不一定能够看出来，尤其是人生上的一些道理啊，就你很厉害，即使说你在业务方面很牛，但是你不一定能够看得懂啊。从这一点上就讲了一个引申到什么呢？就引申到当时大老王自己本身是不是？
按照我们来讲，他现在自己也有点后悔了。当时他不是也是打了一些，就是说那个叫做，就是苗吗？大家应该知道吧？他现在他自己说还好，但是他自我感觉他又说哈，因为加拿大当时也是管控很严，买不了菜，学生可能去接小孩到学校哪个地方，各种商场进不去，他也没办法。后面打了一针，打完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打了。那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自己学识虽然不高，但是你想一想，别人讲的这个专家都出来说了，你这个在一个疫苗的形成要多少年的比如说去研究，然后多少年3-5年的什么临床1、临床2、临床3，按常理来讲，你这个3都没有听说过有下线或者干嘛，你这个就推出来，是不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产品？这种东西打到身体里面，你可想而知，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就是相当于把风险留给了自己啊。所以说大老王，你看他这个学识多厉害，是不是？无论从金融方面，从玄学方面，他掐指会算，他当时在洛杉矶遇到大火，在出那个门口的时候，我当时看了哈，他就随口而来说了一下这个叫做一个什么。就是叫做古代的一个叫做什么局啊，相当于他的境界就拿到了这个叫做梅花艺术啊还是什么啊？意思就是说你看着这个像，你就能够推出，不一定说你要拉实际的东西去拉这个别人的时辰啊或者是干嘛，虽然说他也可以做得到，但是他通过那个像出来的，他就可以分析啊。有可能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你说它是不是很高了？已经非常高了。另外从我们讲的股改哈，就是当时一个很出名的，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叫做这股权分次吧，好像是这个意思。大老王说是他自己弄出来的，当时还是很年轻啊，比如说30岁或干嘛，所以说他退休的比较早啊。他当时2012年什么时候就退休了？你想一下，他是76年的人，也就是36岁。我们多少人在30来岁还没到40就能够退休的？没有人吧？你看76年、86、96、06、16，是吧？才40岁，然后他30多岁就退休，然后移民到加拿大。但是，是吧？疫苗这个事情他自己也打了，他是没办法，所以说这个东西讲不来。只有上帝或者说是一个造物主，他知道这个世界要在最高的那个高度看才能够看得出来，是真实的这个一个世界，这个因果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知道的。